这台远古装机侠 YG500 Pro， 它不一定是低价市场里最豪华的那一个，但它绝对是把低价电源只要能量机就行的这套老思路狠狠干碎的一台产品。99元做到这个完成度，已经足够让一大批山寨电源现出原形。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测这一台有点意思的电脑电源，它不是传统大厂的零售型号，而是远古装机侠自己装机体系里面在用的，也拿出来公开销售的一款产品 YG500 Pro。 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只要99元。兄弟们，99元的电脑电源啊，听上去已经很有话题了。那它到底是100元价位的实用方案，还是参数写的热闹，实际一测就露馅儿？这期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测后拆，先把转换效率、输出文波这些硬指标拉出来，再拆开看看它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取舍。因为咱们频道的宗旨就是测为了解，拆为真相。这个测试台子我都搭好了，先来看这台远古装机侠 YG500 Pro， 它的转换效率的表现。电脑电源好不好，光看名牌是没有用的，真正关键的是它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时候，到底损耗了多少。这次我们就按 BOSS Plus 白牌电源常见的 20%、50%、100%三个负载点来拉，看看这台99元的500瓦电源转换效率到底有没有基本盘。这是我计算出来分别要拉的电流，我把它贴在屏幕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现在是 20% 负载的情况啊，我们以这个万用表的电压值为准啊，乘以我们需要负载的电流。12伏实际功率是 96.4 瓦，5伏是 2.53 瓦，然后 3.3 伏这边 1.68 瓦，加起来就是 100.6 瓦。220伏这边输出120瓦，得出它的转换效率为 84%。 现在是 50% 负载的状态。12伏这边实际功率是 237.6 瓦，5伏这边是5瓦，然后 3.3 伏这边是 4.95 瓦，加起来总共功率是 247.6 瓦。220伏输出292瓦，这样折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是 85%。 大家看这个交流功率计啊，它的 PF 值已经是 0.98， 非常高啊。现在是100%的负载啊，这个风扇明显的已经在满速的运转了。12伏这边实际功率是 463.2 瓦，5伏这边 9.8 瓦， 3.3 伏这边是 9.6 瓦，加起来总共是 482.6 瓦。220伏输出605瓦，折算转换效率为 80%。 这个时候功率因数值已经到1了，这个电源的升压电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转换效率是看这台电源省不省电，文波就是看它输出干不干净。对于电脑电源来说，文波如果压不住，轻则供电质量一般，重则长期使用对整机稳定性也会有影响。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 20%、50%、100%三个负载点分别测试各路输出文波，看看这台100元电源到底有没有把滤波和控制做好。现在是 20% 负载下的文波啊， 3.3 伏文波最高的时候27.2毫伏，平均文波 23.7 毫伏。5伏文波最高的时候 42.7 毫伏，平均文波 38.3 毫伏左右。12伏文波最高的时候 45.3 毫伏，平均文波 41.2 毫伏左右。我们再来看 50% 负载下文波的情况。 3.3 伏的时候文波最高 33.8 毫伏，平均文波 24.6 毫伏左右。5伏文波最高的时候 37.7 毫伏，平均文波 33.9 毫伏左右。12伏文波最高的时候 56.5 毫伏，平均文波 53.7 毫伏左右。现在是100%负载的情况下啊， 3.3 伏文波最高的时候 28.8 毫伏，平均文波 26.7 毫伏左右。5伏文波最高的时候 38.7 毫伏，平均文波 35.6 毫伏左右。12伏文波最高的时候 75.5 毫伏，平均文波 70.3 毫伏左右。从前面的测试可以看出，这台远古装机侠 YG500 Pro 它的转换效率在 20%、50% 和 100% 三个负载点下，已经摸到了230伏白牌电源的性能线， PF 值表现也比较漂亮。再看文波啊，按照我这里文波的推荐口径，结合最大峰峰值和峰峰值的波动差值一起来判断，最终结果 3.3 伏2档神级，1档极品，5伏3档全达到极品，12伏轻载的时候为极品，中满载都是优秀。也就是说，这台电源的输出质量整体确实比100元定位的更像样。看了它的测试表现，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电源彻底的拆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内部的电路架构怎么样，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元件把这个测试表现给撑起来的。电源的螺丝我已经拆下来了，它的螺丝全部都是贴在这个标签下面的，直接把盖子打开，风扇排线取下来，
风扇的规格是12伏 0.3 安，卸掉它的地线螺丝，剪掉零火线，电源的品质插座也把它拿出来，固定主板还有4颗螺丝，我们都把它卸掉。固定线束的这个胶圈也要把它取下来，拿出电源线，底部白色的塑料用作绝缘。老规矩啊，先放电，电源拆解有触电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上盖板材的厚度 0.6 毫米，底壳板材的厚度大约也是 0.6 毫米，都这个价格了，这个板材还算是可以的啊。花了点时间把这一组线已经取下来了啊，我大概都看了一下，线径是差不多的，配了一组24拼的电脑主板线，然后一个6+2的显卡线，这个是8拼的 CPU 线材，然后这一根是硬盘线材，在这个价位里，这组线材是够用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线芯的情况，里面用的是铜宝铝的线，99这个价位，这个线材也过得去了吧。然后这是内部主板的样子啊，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把它全部拆散，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拆到这里，这台远古装机侠 YG500 Pro 它走的不是那种只能求亮机的缩水路线，它是用了一套比较标准也比较务实的 ATX 电源架构，也就是说这台电源不是单纯把功率做出来，而是从输入到输出，整条链路都在围着怎么把一台低价电源做得更像样这个目标去搭的。更关键的，它的后级输出是按照现在电脑平台的实际供电需求来搭建，这样的好处就是输出更稳，整体表现也更容易压住。前面测试里我们看到的那些结果，就是整机电路架构本身就比很多低价产品更完整。接下来我按电路一段一段往下讲，看看这台99元电源到底把钱花在了哪里。一台电脑电源做的靠不靠谱，我们第一眼先看这里，也就是 EMI 干扰抑制电路，看它能不能先把杂波、浪涌、高频干扰收拾干净。这一步如果要偷工减料，后面的主电源部分再努力也容易被前端拖后腿。品质插座上用了2颗东莞秩序电子安硅 Y 电容，再加1颗东莞杰威电子安硅 X2 电容 EV 法275伏。这里可以理解成先给输入端做一轮高频噪声清理，避免电源自己制造的干扰倒灌回电网。交流基线这里还缠绕了滤波磁环，对高频杂波再做一次吸收。深圳良盛电子 6.3 安250伏微型慢容保险丝，用作整机的基础过流保护。旁边还有一颗汕头松田电子蓝色压扁电阻，防雷击、抗浪涌，第一级同带式供膜电感。后面又补了一颗广东天泰电器安硅 X2 电容 EV 法275伏，再加2颗东莞秩序电子安硅 Y 电容，然后再配第2级扁平同带式供膜电感，组成2级 EMI 滤波结构，把不该进来的噪声挡掉，把电源自己产生的高频干扰也拦住。安徽举星半导体 GBU 806整流扁桥，规格是8安600伏，把交流电变成后面主电路能处理的高压直流电。后面还有一颗东莞杰威电子 EV 法500伏薄膜电容，吸收高频尖峰，优化高压侧的波形。南极石恒电子 NTC 热密电阻被放置在大滤波电容的旁边，用于限制大电容产生的浪涌电流。这段 EMI 电路看下来， YG500 Pro 的输入端保险丝、压敏电阻、X 电容、Y 电容、2级供膜电感、整流桥、NTC 这些关键的环节都给了，而且逻辑也很完整，这就是一台正经 ATX 电源该有的基本功。PFC 与双管正极电路，这台 YG500 Pro 的控制核心用的是台湾友顺旗下杭州有望出品私印 8305B 的 PFC 加 PWM 2合1控制器，它前半部分负责 PFC， 后半部分负责电源的 PWM 驱动。PFC 升压部分配了一颗大型的 PFC 升压电感。PFC 开关管用的是合肥西府半导体 MOS 管，型号 SPF20N50A， 负责把能量一段一段送进升压电感。整流二极管用的是乐山希尔半导体的 SEF-D8C60BF， 私印 S3M 的贴片二极管作为旁路二极管使用。
高压母线滤波电容用的是东莞诚兴电子 LS 系列270微瓦400伏高压电解电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主电源前面的高压蓄水池。主电源拓扑这边采用的是双管正极，驱动芯片是浙江易晶微电子出品的 EG12522，主开根管是2颗江苏力卷功率半导体的 PTA15N50B， 主变压器型号是 EG-35。双管正极的好处就是结构成熟，成本可控，效率也比较容易做到位。它不是什么特别花哨的高端拓扑，但对于这个价位来说，它是很务实的路线。次级整流用了2颗型号 P40L60CT 的肖特基二极管，厂家未知，他们负责把变压器送下来的高频交流重新整成低压大电流直流。从这一段电路看出 YG500 Pro 的主电源部分走的是成熟务实、成本低但不低级的路线。对于一台99元的电脑电源来说，这部分其实已经很有含金量了。再来看辅助、监控与次级输出。先看辅助电源，这里用了一颗思印 S2205SJ 的辅助电源芯片，厂家未知啊，配合一颗119辅助变压器工作，2颗山东青岛微电子 SS34 肖特基二极管处理次级部分输出整流。滤波配的是2颗东莞诚兴电子 GR 系列1000微瓦16伏电解电容加1颗合金电感。系统监控和保护部分用的是杭州友旺出品的 UTC8313 芯片，这个芯片可以理解成整机的安全管理员，负责盯着输出电压、时序和故障状态。反馈部分用了台湾易光电子3颗817光电耦合剂，负责把次级输出状态隔离传回初级控制电路。东莞秩序电子的蓝色暗硅 Y 电容提供高频噪声泄放通道。12伏主路储能滤波，1支大型储能电感，再配3颗东莞诚兴电子 GR 系列1500微瓦16伏电解电容和1颗插模电感做后级滤波，把12伏输出整理的更平稳、更干净。这台电源更关键的是5伏和 3.3 伏没有用老式的群组稳压硬带出来，它用了2颗无锡新韩微电子 NDP23802QB 降压芯片，配合2颗 4.7 微亨合金电感，把12伏再降成5伏和 3.3 伏。这2路 DC-DC 滤波配置用了1颗诚兴电子的电解电容1000微瓦16伏，1颗插模电感，加上6颗应该也是诚兴电子的固态电容啊。这种 DC-DC 结构会比老式方案更容易把小电压轨做稳、做低纹波。风扇控制用了思印 D882 的3极管，风扇本体来自深圳宝迪凯科技。从这一段电路可以看出，5伏和 3.3 伏做成了独立的 DC-DC， 对于一台99元的电脑来说，已经不是能用就行，而是明显朝着认真做完整去了。兄弟们，这台电源我觉得最值得讲的是它在99元这个价位上，居然先把最容易露馅儿的地方给做稳了。先说测试啊，低价的电脑电源最怕的就是真上强度它就发虚，转换能力不行，输出质量也不干净。可是这台电源不是这种路数，它先把基础的电机表现做到了一个比较相像的水平，说明它不只是会把电吃进去再变成热量，也不是一上负载就开始飘的那种低价货。换句话说，从99元的角度看，它先把便宜但性能虚这顶帽子给摘掉了。再看电路配置，很多100元的电脑电源拆开就知道钱省到骨头里面去了啊！输入保护缩水，前端滤波敷衍，主电路老旧，后级输出更是能糊弄就糊弄。而这台电源输入端该有的保护、抑制、浪涌和干扰全都在。主电源也不是老掉牙玩法，后级输出也不是随便带一带，而是按现在电脑平台的实际需求去做。这都说明它不是把钱花在表面上，而是把钱尽量花在真正解决底线的位置上。最后就得说它对低价市场的杀伤力了。这台电源最狠的地方，它没有去挑战那些成熟大牌的中低端型号，但它用99元这个价格，把一大批只会印参数、只会拼便宜的山寨电源直接造出了原型。YG500 Pro 用99元也可以把基础测试做得很像样，也可以把电路骨架保得很完整。这样一搞，那些同样卖低价、内部却一塌糊涂的产品就会显得特别难看。这台电源不一定是什么神作，但它已经足够成为低价市场里的清场者。它没有说自己有多高端，只用99元价格把低价电源该有的底线硬生生的往上抬了一档。这期测拆做到这里，这台远古装机侠 YG500 Pro 它真正让我意外的地方，在99元这个价格下，居然把一台 ATX 电源最关键的几件事都做稳了。测试这边，它先把低价电源最容易露馅的地方顶住了。拆开以后，
内部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价格很猛、股价全空的老套路，而是把前端保护、主电源架构、后级输出这些真正决定底线的部分尽量给保住了。这台电源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什么越级神作，他非常清楚99元把钱该花在哪里，没有把成本浪费在花活上面，没有靠一些表面功夫来营造高级感，他把一台低价电源最该保住的基础架构尽可能的保了下来。它99元的价值就是便宜的有章法，低价但不低级。当然它终究还是一台100元级产品，这次我们测试表现不错，不等于后面所有的批次都能够自动封神。低价产品真正要立住拼到最后还要看品控和售后。电路的底子它已经打出来，接下来我更希望远古装机侠把一致性和服务也跟上，真正把实惠低价这盘菜做香，而不是只靠我们这次测试把口碑撑起来。所以这期测赛后我给出我最终的评价，这台远古装机侠 YG500 Pro 它不一定是低价市场里最豪华的那一个，但它绝对是把低价电源只要能量机就行的这套老思路狠狠干碎的一台产品。99元做到这个完成度，已经足够让一大批山寨电源现出原形。至于它到底是一直香还是只香这一次，后面拼的就是品控和售后了。如果你要找的是一台真正有价格杀伤力，同时又比普通的低价杂牌更像样的实用型电源，那这台 YG500 Pro 确实值得认真的看一眼。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离火车载，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